在巴菲特致股东信中，94岁的巴菲特详细地分享了自己的遗产分配计划以及自己的财富观念。巴菲特坦言，死亡总是会来，它会让人生变得无常而残酷。有时候他会造访襁褓中的婴儿，有时候他时隔一个世纪才来找你。同时他还回顾了自己人生中的种种，称他很早就确信自己会变得富有。这封信也被认为像极了股神的遗言。以下是致股东信全文。我今天的捐赠使我持有的波克夏海瑟薇公司 A 类股减少到20万0363股，比2006年的认捐时减少了 56.6%。2004年，在我的第一任妻子苏西去世之前，我们两人拥有50.0998股 A 类股。几十年来，我们都认为他会比我长寿，并最终分配我们巨额财富的绝大部分。但事实并非如此。苏西去世时，他的遗产大约为30亿美元，其中约 96% 捐赠给我们的基金会。此外，他还给我们的3个孩子每人留下了1000万美元，这是我们首次给予他们的大额馈赠。这些赠与反映了我们的信念，极其富有的父母应该给孩子们足够的财富，让他们可以有所作为，但不应该多到让他们无所事事。长期以来，苏西和我一直鼓励孩子们参与小型慈善活动，并对他们的热情、勤奋和成果感到欣慰。然而，在他去世时，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处理波克夏公司股票所带来的巨额财富。尽管如此，他们的慈善活动因我2006年的终身认捐承诺而大大增加，后来我又扩大了认捐范围。如今，我的孩子们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望，并将在我去世后完全负责逐步分配我所有的波克夏股份。这些股份目前占我财富的 99.5%。死亡总是会来临，它会让人生变得无常而残酷。有时候他会造访襁褓中的婴儿，有时候他时隔一个世纪才来找你。到目前为止，我都很幸运，但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找上我。然而，我避开他的光临也有一个负面影响。自2006年承诺终身认捐以来，我的孩子们的预期寿命已明显缩短了。他们现在分别是71岁、69岁和66岁。我从未想过要建立一个王朝，也未曾追求任何超越子女范围的计划。我非常了解我的3个孩子，并完全信任他们。至于后代，那是另一个问题。谁能预见未来几代人在可能截然不同的慈善环境中如何处理巨额财富的分配？然而，我所积累的庞大财富可能需要比我孩子们的寿命更长的时间来分配，而明天的决策显然更适合由3个健在且目标明确的大脑做出，而非一个已故之人。因此，我已经指定了3位潜在的继任受托人，每一位都是我的孩子们所熟悉的，并得到了我们一致的认可。他们的年龄也比我的孩子们小一些。不过，这些继任者目前还在候补名单上。我希望小苏西、霍华德和彼得能够亲自分配我的所有资产。他们每个人都尊重我的愿望，即对我持有的波克夏股票的处置方案绝不能背叛波克夏股东曾经对查理·蒙格和我的巨大信任。2006至2024年期间，我有机会观察我每个孩子的行动，他们学到了很多关于大型慈善事业和人类行为的知识。多年来，他们每个人都管理着20到30人的团队，并深入了解了影响慈善组织的独特就业动态。一些富有的朋友对我对孩子们及其潜在继任者的非凡信任感到好奇，他们尤其对我要求所有基金会行动必须一致通过的规定感到惊讶。他们说，这怎么可能行得通呢？我解释道，我的孩子们将永远面临来自真诚朋友和其他人的热切请求。另一个现实是，当有人提出大额慈善捐赠请求时，不，这一回答通常会促使潜在的受赠者考虑不同的方法，例如换个朋友或者提出一个不同的项目等等。
那些可以分配巨额资金的人永远被视为机会目标，这种不愉快的现实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设置了全体一致同意的规定。这一限制可以让孩子们对寻求捐赠的人做出立即且最终的答复，这不可能获得我兄弟的同意。这样的回答会让我的孩子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当然，这项一致同意条款并不是灵丹妙药，如果你有9个或10个孩子或继子，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它也无法解决每年巧妙分配数十亿美元的艰巨问题。我还有一个建议，要告诉所有父母，无论他们是家境贫寒还是富可敌国，当你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在你签署遗嘱之前，让他们读一读你的遗嘱，确保每个孩子都明白你做出决定的逻辑，以及你去世后他们将承担的责任。如果他们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认真听取并采纳那些合理的建议。您总不希望您的子女在您无法再做出回应时，就遗嘱的决定问为什么。这些年来，我的3个孩子都向我提出过问题或意见，我也经常采纳他们的建议。为自己的想法辩护并没有什么不对，当年我父亲对我也是如此。我每隔几年就会修改一次遗嘱，通常只是一些很小的改动，并尽量保持简单。多年来，查理和我看到许多家庭因为遗嘱的遗赠令受益人感到困惑，有时甚至因为愤怒而四分五裂。嫉妒以及在童年时期实际或想象的轻视被放大，特别是当儿子比女儿更受宠爱时，无论是在金钱方面还是在重要地位上。查理和我还亲眼目睹了一些案例，赋予父母生前经过充分讨论的遗嘱让一家人变得更加亲密。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满意的呢？当我写下这些时，我依然享受着自1930年出生在美国作为一名白人男性以来的幸运人生。当然，我的2个姐妹也因1920年第19修正案的通过，被明确承诺将与男性享有平等的待遇。毕竟，这正是1776年我们13个殖民地所传递的信息。然而，1930年时，我出生的这个国家还未真正实现这些早期的愿景。在比利、简金、桑德拉、戴、奥康纳、鲁斯、巴德、金斯伯格以及无数其他人的努力下，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改变。得益于我的男性身份，从很早开始我就对自己会变得富有充满信心。但我或任何人都从未想到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间所能达到的财富水平，这令人叹为观止，超出了福特、卡内基、摩根甚至洛克菲勒的想象。如今10亿已经取代100万，成为新的财富标杆。我出生时正值大萧条的开始，前景并不乐观，但复利的真正威力往往体现在生命最后的20年里。没有踩到香蕉皮的我，现在以94岁的高龄依然活跃，并拥有巨额的储蓄，可以称之为延迟消费金。这些财富可以传递给那些在出生时运气欠佳的人。我也很幸运，我的慈善理念得到了2任妻子的全心支持，并被进一步扩展。无论是我已故的第1任妻子苏西，还是第2任妻子阿斯特利德，都不相信建立世袭财富的必要性。相反，我们一致认为，平等的机会应该从出生开始，而极度炫耀式的生活方式虽然合法，但并不值得推崇。作为一个家庭，我们拥有了我们需要或喜欢的一切，但我们从未从别人渴望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中寻找乐趣。另一个让我特别高兴的是，许多早期的波克夏股东也独自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储蓄，过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家庭，通过复利的延续，将大笔甚至是巨额资金重新回馈给了社会。他们的可供分配的财富正在广泛地分配给那些不幸的人。秉持这一理念，我从20多岁起就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如今也看到我的孩子们成长为优秀而有作为的公民。
他们在许多方面的观点与我及他们的兄弟姐妹不同，但在共同的价值观上始终坚定不移。小苏西、霍华德和彼得都比我花了更多时间去直接帮助他人。他们享受财务上的安稳，但并不执着于财富。他们从母亲那里学到了这些价值观，他会为他们感到非常自豪，而我也一样。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点赞加关注，进入主页观看更多精彩分享。